注意，这是小图谋迄今为止最过度解读的一集。S3我认为是街霸6这3年摸爬滚打后找到了未来角色设计的方向，并且他们应该早就开始为未来的世界线打算盘了。关键提醒，这次内容解读非常过度，仅代表我自己理解的其中一个视角，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如果出现了和你理解不同或者遗漏，以你的观点为准。本期仅供娱乐，也是我的豪赌。猜对了，名留青史；猜错了，直接召唤时空警察。那闲言少叙，正片开始。先说第一个结论，我认为卡普空已经摸索出了2大新角色的设计思路。回顾街霸初赛季的表现，也就是4骑士版本，绿冲有一种过度同质化的趋势，或者说受限于开年角色的开发程度与本身招式性能的表现所限，就是你不用刻意去理解哪一位角色拳脚招式，你就只凭借通用的绿冲进攻逻辑，就能得到和你主力角色一样的进攻回报，甚至是玩法。我知道第一个论点就会引来争议，但是我想大家回看出版18人，甚至古力和春丽都在绿冲点拳打最常规的攻防。当初为何让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正是因为出版18人里有一些变化还做得太收敛了外加绿冲实在是太好用了不信你可以问问开服就在玩的老玩家们比赛场上也是像一种明明很多动作招式都不同的人，但一直都在打一些最基础的绿冲攻防能做出的区别的角色呢，强度又跟不上大部队你们知道我在说的哪几个角色？那么其中一个思路就是从一开始就有，但在之后更新 DLC 角色后呢，戏份变得更多的 buff 玩法。出版18人里高度依赖 buff 的角色怎么说也不少于5个吧，然而 DLC 的11个角色里高度依赖 buff 的角色就不低于4个。高度依赖我指的是很多进攻伤害这些都必须要有 buff 才能有正确收益的角色。这里有一个共性，如果 buff 只是单纯的提供数值，它的可玩性就不一定会对应的提高，也很难去解决是否过于依赖绿冲的问题。但是如果把 buff 设计成一种攻防手段，那么是不是玩家就可以做出除开最基础的绿冲攻防以外的思路了？我觉得设计的最好的就是拉希德的强化风，它的效果给了拉希德很多优秀的起攻和连段选择，甚至阿鬼因为毒 buff 的存在，要我们去考虑不同状态下的起手怎么给予对手更高的伤害，这些设计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种幅度的改动呢，就能弱化一部分绿冲进攻的选择，多了一些全新视角下的攻防思路，又或者是本身连招的多样性等等。而且我们从首个 DLC 角色到现在为止，依赖 buff 的角色占比其实是相对较高的，而 buff 的设计初衷又不会因为像杰米、莉莉那种命根子级别的方向呢膈应玩家。虽然 buff 这东西5代占比就不少了，但是我想说的呢是，这种以攻防或者连段多样性为中心的 buff 功能呢，就是卡普空在街霸6去单一化做出的设计方向之一。除了 buff 以外，正是因为这一次艾利克斯的登场，让我更加确信了一件事情：Go或者说称作一种特殊姿态，就一定会在未来新角色上高度运用上的设计，甚至我觉得还是过去老蓄力角色转型成功的重要蓝图。它可以小到只被称作为一种派生，也可以大到如艾利克斯一样一种全新的操作方式。不过开始阐述之前，还是先消除一下之前看到的一些留言看法，就比如说圆和时空这种双形态和 Go， 其实我觉得只算得上是相似，但逻辑却不相同。双形态是可以全程选择一种进行全局游戏，不影响正常连招或者移动，甚至切换形态呢还能获得性能的提升。而 Go 更偏向是一种攻防时给对手出的题，而不是全程99秒只用 Go 赋予你的动作去打完整场对局。不过归根到底，我还是得把我第2喜欢但如今肯定不会再碰的铁拳拿来举例，因为这个游戏就是重度依赖 Go 来进行游戏的。这个游戏绝大部分角色最少都有1到2个 Go， 每个 Go 都用于不同情况下的进攻，甚至是一种防守。这游戏依赖 Go 的程度就和街霸道服系的波动拳是一样的。不过容易跑题深入玩过铁拳的玩家一定很清楚我的意思，可以帮忙为萌新们补充一下。说回街霸，其实从开服春丽开始呢，就是一直存在的了，甚至呢还可以追溯到更老的作品里。只不过他们在整个游戏中的占比很小。行云流水不仅是春丽连段中重要的衔接工具，还是在攻防层面上用作摸奖和确认的神器，甚至包括布兰卡趴下后呢，也有3种不同的变化，更别提现在新版的 DJ 后撤步，再包括艾里克斯，他们都是成功案例的表现。然而他们同样又有一个共性，他们曾经都是虚拟角色。没错，我的结论就快要浮出水面了。Go 不仅是为角色提供了和 buff 一样全新的攻防思路，同样就削弱了过于依赖常规绿冲的占比。而且 Go 的好处是还可以归纳曾经角色最鲜明的特点招式，还不影响新作品需要设计新招式的位置。我认为其中最大的好处还不只是因为玩法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而是曾经那些颇有人气的蓄力角色登场街霸6不再是难以实现的。而且我深度怀疑卡普空这一次不只是说把艾利克斯做成了一个高度依赖 Go 的角色，更像是在尝试 Go 这个概念在街霸这个传统2D 格斗中的极限，或者对街霸6这款游戏的契合度极限在哪儿。然而答案我们已经看到了，艾利克斯在以往作品中的缺点得到了保留，强化了他拳脚上的优势，又把过去特色融入进了 Go 里。3个看似难以融合的东西，实则在我玩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体验又非常的好。所以我的这个论点，卡普空已经找到了未来街霸6新角色的2大设计方向的答案，就是去单一化，加强角色本身特点，用 buff 和 Go 的设计去一定程度脱离绿冲攻防，丰富操作乐趣。同样也给了未来还未登场的老蓄力角色或者其他指令系，甚至包括压剑等老牌角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设计方向。所以我从艾利克斯看到了街霸的未来是真的 bro。这个赛季让人震惊的当然不止艾利克斯做出了极大的改变，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一个本身外传性质更多的英格丽特会在年中作为一个最后角色登场 Metro City， 但万事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如果第一个论点已经有人觉得我在纯扯淡的话，那么接下来我的暴论只会让你觉得我是卡孝子，玩街霸玩到走火入魔了。我认为卡普空更新英格丽特更像是下派一个可以修改整个街霸宇宙的官方补丁，在未来哪怕是暴君追赶里昂的时候，突然天降老头一发瞬移杀带走啊，也合情合理。归其原因呢，是英格丽特本身设定上已经有点超脱3界之外的，自由旅行在各大平行线中，自然这种超能力就能修复甚至弥补卡普空在剧本叙事非常拉胯的问题，起码还可以重开一次。虽然我不是很懂乌冬榨菜，但起码你也可以像刘康一样重塑时间线，让过去一些非常经典的画面或者修改一些反派的动机之类的操作，让整个街霸的故事线变得更加有趣一点。各位要知道，格斗游戏打赢复活赛这种事情早就不是个例了，吉斯都不知道坠了几次楼了，平八都不知道被扔进岩浆多少次了。但毕竟这些都是人气角色，随便给一个理由复活，对于对战党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黑哈基米西马 is completely dead 。New challenger, Heihachi Mishima。不过对于剧情党来说的话就相当难受了，街霸振作的时间线都像是随机抽取排序的，更别提卡普空本身讲故事的能力就很差，全是一堆设定东拼西凑起来的一个大杂烩。当然这也是很多格斗游戏的通病哈，英格丽特这种游戏补丁级的角色出场来修补整个游戏的剧情走向就变得更加合理了，毕竟怎么走都是向上的，对吧？那么我先附上我一个比较保守点的猜想，卡普空可能会凭借着英格丽特的登场来修补一些人气角色的设定，加上现在街霸6角色人均大好人的走向，可能会塑造一些没有那么坏的对手，作为主角人物塑造上的垫脚石吧。而且不止剧情设定，老玩家一定知道街霸叉铁拳这个游戏吧？这款游戏的故事展开就是围绕着潘多拉魔盒开始的，然而这个就是英格丽特随手一弄的玩具。我们单纯只看这个动机的话，其实让许多其他宇宙甚至跨 IP 的角色登场街霸6，是不是就变得更加合理了，对吧？更何况你看现在的特瑞和火舞，而且大家要知道，在街霸正作里能客串联动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再加上以前联动间隔又如此之久，都非正作，就凭借着英格丽特的能力为前提联动更多角色，我认为也会变得更加合理。就连一些漫画里都有好鬼闯入恶魔战士宇宙的故事，所以凭借着现在街霸6稳居格斗1哥的位置，把以前那些经典老格斗的人气角色搬到 Metro City 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件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好事儿吧。比如什么莫妮卡呀、僵尸莉莉啊这些，对吧？要是再夸张一点啊，再度融合世界观，我认为也是可以接着英格丽特完美实现的事情。加上英格丽特首次出场在卡普空大乱斗中后登场少年街霸，所以啊，才觉得卡普空的另一盘大棋呢，就是接着英格丽特的设定调整以后街霸6的故事走向，同时也方便在商业活动中 IP 之间的联动与合作，让一切变得更加合理。如果说小野义德任职期间街霸是一个老老实实过日子的老年人的话，松本这小子啊上台后给街霸注入了很多活力。从没落的街机厅垂死挣扎再做出 RPG 的开放世界格斗游戏，松本是真懂现在的玩家需要什么。街霸6这快3年来，斗气系统解决了最根本的操作痛点，同时在不断尝试更差异化的玩法，甚至在正作里百年难遇的联动也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而且联动一直都是玩家社区一直喜欢、热度居高不下的话题。艾利克斯证明了街霸也能做出像铁拳一样高度依赖 Go 的玩法，英格丽特又给未来的联动与故事走向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不过
我认识街霸也快11年了，我吸取到的教训就是千万不要对卡普空抱有期待，哪怕我的猜想能有一个是对的，那么也请同样不要高兴的太早。目前这个蜗牛一样的更新速度不值得我们给予它过多的期待。以上呢都是我个人极度主观的见解，我只是阐述了我自己认为的一种可能性。如果与你的预期想法不同，那么最终都以你的视角为准，全文内容仅供参考。那么听我说完了这些有的没的东西呢，大伙儿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你对未来街霸6又抱有哪些期待呢？弹幕评论告诉我。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是秃头，你还愿叫我一声艺术家吗？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 ，Adios。